214恶性撞船事件发生已经1个月，期间大陆有关人士和台湾方面有关单位展开了15天15次的协商，但是双方未能达成共识。包括遇难者家属在内的大陆谈判团成员已于3月5号离开金门返回大陆。在13号上午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斌华痛批民进党当局无情无义无理，不反思检讨自身问题，试图通过歪曲抹黑遇难者家属正当合理诉求来转移焦点、推诿卸责，令人愤慨。我们绝不容忍，绝不姑息。我们再次严正要求，台方尽快公布事实真相，严惩相关责任人，向遇难者家属道歉，满足遇难者家属合理诉求，给遇难者家属和两岸同胞一个交代。214恶性撞船事件发生已整整1个月，然而包括遇难者家属在内，大陆谈判团在与台湾有关单位展开15天15轮协商后，谈判无果而终，最终于本月5号离开金门返回大陆。据岛内媒体报道，离开当天，大陆方面人员首先前往殡葬管理所祭拜2名罹难的渔民。期间，家属失声痛哭，并表示台湾方面到最后都没有给予他们真相。渔船明明是被撞翻的，但是却始终没能等来一句道歉，令他们心寒不已。家属还表示，这一次返回大陆没有办法带回罹难的家人，让他们感到非常悲伤。率团的泉州市台港澳办副主任李朝辉表示，台湾方面的说辞前后矛盾，否认事实，谎话连篇，没有令人信服的说法。对家属的关切和要求设置各种障碍，为妥善处理善后制造困难。台湾方面参加协商的人员已于3月3日离开金门，至今没有返回，毫无音信。这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我们也没有必要再留在金门。在大陆人员离开金门后，214恶性撞船事件的善后工作何时重启受到广泛关注。在13号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两岸多名记者就此提问。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若企图拖延时日、蒙混过关，恐怕是打错了算盘。他们只有正视问题、端正态度，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214恶性撞船事件的善后协商才能重启。明明是台湾方面粗暴对待大陆渔民，导致渔船双覆，人员死伤，但事发至今，家属连一句道歉都等不到，连一个真相也得不到。台湾方面还在以所谓的调查程序来拖延问题解决，以所谓执法来推诿卸责，他们才是真正的三无：无情、无义、无理。另据岛内媒体报道，3月4号，台立法机构要求有关单位就金门撞船案帆船执法过程及后续处理进行专题报告。然而，台海洋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却扭曲事实，在报告中抹掉"撞船"2字，擅自将标题修改为所谓"取缔大陆快艇事故案"。6页的报告内容中也只字未提"碰撞"一词。面对已经被多方证实的事实，管碧玲继续公然扯谎，态度极其傲慢和嚣张。而民进党当局则试图粉饰太平，声称1号起下金海域已经趋于平静，没有一些特殊情况。对此，陈斌华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反映出他们企图蒙混过关的真实态度。大陆方面后续将采取什么措施，要看台湾方面拿出什么样的态度来处理214恶性撞船事件，给遇难者家属和两岸同胞一个什么样的交代。台湾如果回避问题，一味拖延，我们将采取进一步措施，一切后果由台方承担。民进党当局消极对待214恶性撞船事件，不仅令大陆各界强烈愤慨，也引发岛内舆论的普遍质疑。不久前，随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访问大陆的台湾学者赵春山，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表示，民进党当局应对此事负全责，如处理不当继续拖延，恐怕会造成两岸敌意螺旋持续上升。今夏这个渔船这个事件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民进党当局他的一些处理的方式不合情不合理。在执法方面呢，也产生许多的这个疑虑、疑点
那不仅大陆方面到现在反应很激烈，那台湾内部其实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而且越拖是越不好。这个事情本来应该是很快就可以决定的嘛，那这第一个时间就应该表示关切嘛，尤其对他的家属啊，事情的真相其实有那么困难吗？你当时应该有一些隐带嘛。党内一项调查统计显示，214恶性撞船事件发生后，管碧玲的负面声量居高不下，被视为目前仇恨值最高的主管部门负责人。舆论纷纷抨击他为了一己私利，造成两岸情势紧绷。我觉得管碧玲在拱火。那为什么要制造这种冲突？只有助于他往台独方向来发展。在巨大的舆论声讨压力下，始终拒绝对遇难渔民家属道歉的管碧玲，13号对着媒体的镜头向岛内媒体做致歉秀，但他又声称是因为缺少关键搜证录像，才导致真相无法厘清。岛内舆论对于他的作秀式道歉不买账。实际上，岛内媒体认为台海巡人员事发时没有录像，不符合标准工作流程，属于管碧玲失职。因为他要为的是个人政治前途打算，死猪不怕滚水烫。更为恶劣的是，214恶性撞船事件发生后，民进党当局还借机站队美国所谓台海国际水域说，企图关联所谓台海航行自由、全球贸易运输等问题，推动外部势力介入台海局势。陈斌华对此严正指出，海峡两岸都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中国国内法，台湾海峡水域分别为中国内水、领海、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不存在所谓的国际水域。事实上，国际海洋法也根本就没有国际水域一说。民进党当局为了以外谋独，不惜出卖民族利益，昧于事实，迎合美方的歪理邪说，配合外部势力炒作，真可谓卖台无底线，害台无上限。外界注意到，美国白宫11号公布的2025财政年度预算案188页的文件2次提到台湾，指出将编列1亿美元预算军事协助台湾。而在美国五角大楼公布的详细国防预算中，编列了5亿美元用于替代现有的武器库存。至于淘汰下来的这批武器，将通过美国总统拨款权运往台湾。深圳卫视注意到，就在美国发布新财年预算案前夕，与民主党政府关系密切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布所谓调查报告称，台海正从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变得更危险。随后，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应声表示，两岸如今紧张局势让他睡不着。对此，岛内舆论嘲讽，美媒说台海超危险，不过是配合美国政府对台继续出售武器的企图罢了。邱国正嘴上说睡不着，但怎么不反省自己做了什么？就在1周前，邱国正接受台立法机构质询时就透露，美军人员来台协训频次将增加，甚至未来有些服1年兵役的义务兵也会接受美军协训。外界注意到，自蔡英文于2021年承认美军在台湾的存在后，美军人员在台协训一事便逐渐公开化。有美媒曾披露更多在台美军细节，称人数已从2018年的10人增加到2022年的32人。而台当局提到的美军协训是指特种作战合作组计划。所谓的特种合作组每队约10人，由具有各种军事专业特长的美军特种部队官兵组成，领队是少校，每半年轮换一次，协助台军各兵种特种部队提升战力。美军在台湾派教官来协训，更严重了还在后面，包括台军很多人是否能够升将领，也都要美国不反对，所以控制台军的人事升迁，控制台军的武器装备，什么武器卖给台军，也不管台军是否真正的需要，再加上军事经费怎么编排运用，他们也要管。值得警惕的是，民进党当局仍试图警报美国大腿谋独。即将在5月就任台湾地区副领导人的萧美琴，本周悄悄窜美。她曾出任民进党当局在美联络人，多次安排蔡英文过境美国行程，是一个2次受到大陆制裁的台独顽固分子。路透社12号率先爆料称，萧美琴以处理私人事务为由抵达华盛顿，包括收拾个人物品和访问亲友。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称，美方的接待十分低调。萧美琴此次赴美，那么刻意表现出一种所谓的一个低调的姿态。那么，她是以一些这个私下的或者说秘密的行程作为一个目标来去包裹她此行，实际上是作为赖清德的一个副手，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特殊的一个身份，在赖清德即将就任前的这样一个时期去美国，实际上是代表赖清德和民进党下一个阶段的这样一个领导的一个高层与美方去进行一定程度的战略和政策沟通的这样一个直接的目的。对于
对于台独顽固分子肖美琴偷偷竄美，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与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互动，坚决反对肖美琴以任何名义、任何借口访问美国。美国不应该安排美国政府官员与肖美琴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当地时间13号，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剥离对旗下短视频应用程序 TikTok 的控制权，否则 TikTok 将在美国遭到封禁。下一步将是在参议院讨论并投票，如果通过，将送至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生效。对于该投票结果 ，TikTok 方面发表声明称，希望参议院能认识到该法案对1.7亿美国用户的影响。当地时间13号上午，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了一项名叫《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侵害法》的无理法案。该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剥离对旗下短视频应用程序 TikTok 的控制权，否则 TikTok 就会在美国遭到封禁。该法案的下一步将是通过参议院讨论并投票，如果通过，将送至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生效。Bill is passed, and without the objection, the motion to reconsider is laid on the table. 对于该投票结果 ，TikTok 方面发表声明称，这个过程是秘密的。法案之所以被强行通过，只有一个原因，它是一项禁令。我们希望参议院会考虑事实，倾听他们的选民，并意识到对经济700万小企业和1.7亿使用我们服务的美国人的影响。在13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此事表示，这种不能在公平竞争中取胜就采取霸凌行径的做法，最终必将反噬美国自身。近年来，尽管美方始终没有找到 TikTok 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证据，却始终没有停止对 TikTok 的打压。这种不能在公平竞争中取胜，就采取霸凌行径的做法，扰乱的是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损害的是国际投资者对投资环境的信心，破坏的是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最终必将反噬美国自身。美国数字新闻网站指出，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并由美国总统签署成法，将对今年的美国大选、国家安全、社交媒体生态系统、小企业、美国年轻人群体等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3月12号声称，该法案的目标并非封禁 TikTok， 而是使其与中国所有权剥离。Well, first, I just want to be clear about what this bill is all about,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are going around throwing around the words ban TikTok, TikTok ban. And the ultimate object of the bill is about a question of ownership. Do we want TikTok as a platform to be owned by an American company or owned by China? Do we want the data from TikTok, children's data, adults' data, to be staying here in America or going to China? That is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at issue here, and the president is clear where he stands on that fundamental issue. 3月8号，拜登对媒体表示，如果美国国会最终通过这项法案，他就会签署。If they pass it, I'll sign it. 而在1个月前，拜登竞选团队刚刚入驻 TikTok 时，发布了一段助选视频，力求争取年轻选民的支持。Niners. Two great quarterbacks, hard to decide, but if I didn't say I was for the Eagles, and I'd be sleeping alone.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对 TikTok 的态度一直反反复复。他2021年上台后，一度搁置特朗普政府打压 TikTok 的方案，但到了2022年，拜登又签署法案，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的设备上使用这款应用。There is a bipartisan attitude and a bipartisan spirit in initiatives or investigations that target China. But I'll say this, it has a hint of hypocrisy because there are a number of members of Congress who utilize this tool, and the White House, which has endorsed this bill, uses it too. 一众美国网友们坐不住了，纷纷下场支持 TikTok。Only thing all 535 members of Congress can agree on is to ban TikTok. That's it. That's the only thing. The TikTok ban is ridiculous. Why do you think it's stupid? Why do you think it's dumb? What do you think will happen when 170 million people lose their right to create on TikTok? We don't just disappear. 当地时间13号，大批民众在白宫外集会抗议该法案。And even if a video gets the lowest views possible, it's still getting like 500 views, which means 500 people saw my video, which is amazing. And I can't do that any other way. I can't
send postcards or write letters or call people. I can't call that many people. That's every video. And so even at its lowest point, it's still getting more viewership than we could get any other way. The algorithm creates a community. There is no sense of community on any other platform that is in comparison to what TikTok has created. The growth rate, the potential, the small business, the empowerment, everything, just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the education that we consume. TikTok 强烈反对美国国会的歧视性操弄。上周，众议院委员会审议该法案时 ，TikTok 发言人表示，这项立法将践踏1.7亿美国人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剥夺500万小企业赖以发展和创造就业的平台。TikTok 还呼吁用户致电投诉这项恶法。在众议院表决的前一天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前往美国国会进行最后的游说，但有美国议员威胁称，游说不会改变投票结果，出售 TikTok 将是字节跳动的最后选择。实际上，2023年3月，周受资曾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经历了长达5个小时的劫难式询问，有舆论认为是令美国国会蒙羞。今年2月，周受资再次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在会上，参议员多次追问其与中国的关系，周受资则反复强调自己是新加坡人。观察指出 ，TikTok 只是美国政府小院高墙打压中国科技产业的一个例证。随着大选白热化，美国政客相关涉华消极操弄将变本加厉。据悉，美国政府在2025财年预算案中，由国务院编列了要求未来5年获得40亿美元专款，其中20亿美元用于成立新的国际基础建设基金，专门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提供替代方案。另外，20亿美元用在改变局面的投资上，以协助印太国家的反击。此外，美国国务院还要求拨款1亿美元，协助台湾地区强化所谓核阻力。深圳卫视注意到，这是继去年8月美方首次向台军提供8000万美元的所谓军事援助后，再次进行同类操弄。当地时间13号，俄媒刊发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俄罗斯1电视台和俄新社的联合采访。普京就核武器、乌克兰危机等问题发表评论。期间，普京表示已准备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但谈判必须基于现实。谈判不是为重新武装乌克兰制造间歇。俄罗斯媒体13号报道称，俄总统普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前线，俄方目前完全掌握了主动权。俄方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和冲突。Об официальных воинских контингентах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то, уверен, это не изменит ситуацию на поле боя. Это самое важное. Так же, как ничего не меняет поставка вооружений. 普京同时表示，西方已经明白，在战场上使俄罗斯遭遇失败是不可能的。如果有美军出现在乌克兰，俄方将把其视为武装干涉者。俄方希望和西方达成协议，但需要清晰明确、符合俄方利益的安全保障。俄方并不打算使西方分裂，但将捍卫自己的利益。但普京同时强调，在与西方签订诚实条约可能性的问题上，俄罗斯需要一个保证，因为西方不值得信任。Не хочется этого говорить, но я никому не верю. Так. Но нам нужны гарантии. И гарантии должны быть прописаны, должны быть такими, которые нас бы устроили, в которые мы поверим. Вот об этом идет речь. Но сейчас, наверное, преждевременно публично говорить о том, что это могло бы быть. Но уж точн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мы не купимся на какие-то просто пустые послы. Ну, я предпочитаю руководствоваться фактами, а не благими пожеланиями и разговорами о том, что всем можно доверять. 当被问及是否准备在乌克兰危机中使用核武器时，普京表示，俄方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未发生改变。如果俄罗斯受到威胁，或将随时准备使用武器，包括核武器。У нас есть свои принципы, они о чем говорят? Что мы готовы применять оружие, в том числе любое оружие,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такое, о котором вы сказали, если речь идет 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нанесении ущерба нашему суверенитету 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普京强调，俄罗斯在技术上和军事上已为核战争做好准备，但是在此次特别军事行动中，从未需要使用这些武器。他并不认为使用核武器一切都会迎刃而解。针对普京的这一言论，在昨天下午的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称，2022年1月，5核国领导人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的联合声明，指出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中方也注意到俄方反复重申该原则，我们一贯主张所有核武器国家均秉持共同安全理念，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当前形势下，各方应采取实际行动，共同推动局势缓和。战事方面，俄罗斯媒体当地时间13号援引俄多地官员发布的消息报道称，俄多地遭到袭击。在别尔哥罗德州，由于乌军炮击，导致约4.5万人遭遇断电。除了炮击，乌军无人机也袭击了别尔哥罗德州。当地居民拍摄到一架无人机撞向火车站附近一家商场的屋顶，随后爆炸的瞬间。在梁赞州，一座石油加工厂因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发生火灾，事件造成2人受伤。据报道，受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治疗。俄罗斯紧急情况部正在现场开展工作。此外，列宁格勒州和沃罗涅日州都击落了来袭的无人机。对于俄方发布的消息，乌克兰方面目前没有回应。乌克兰空军司令部13号发布消息称，哈尔科夫州、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地面临导弹来袭风险。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国防部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近期将宣布进行新动员令，新征人员将替换前线的约33万名战斗疲惫的军事人员和阵亡士兵的岗位，并执行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军事任务。据悉，乌克兰新的动员令将最低动员年龄降至25岁。该动员令将于3月31号在乌克兰最高拉达进行投票。另据英国金融时报统计，乌克兰有约1100万25岁至60岁的适役人口，其中120万人在役，约620万人因各种原因无法征召。乌克兰至今还有约370万适役人口尚未被动员。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需要再动员50万人。而据调查，目前仅有约34%的乌克兰人表示愿意服役。当地时间12号，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会见到访的波兰总统杜达以及总理图斯克时，高调宣布将向乌紧急提供价值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也是3个月以来美方首次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但与此前拜登政府极力推动但未获国会批准的600亿美元差距很大。Today, the United States is announcing an emergency package for Ukraine using cost savings from previously approved Pentagon contracts. The package includes munitions and rounds to help Ukraine hold the line against Russia's brutal attacks for the next couple of weeks, which I have the authority to do without asking Congress for some more money right now. But I've asked them for a lot more money. 当天，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简报会上详细介绍称，尽管美国国防部已经严重透支，但是仍将为乌克兰提供最新的援助，其中包括海马斯火箭炮配套弹药、防空导弹和反坦克武器等。On behalf of President Biden, I'm announcing an emergency package of security assistance of $300 million worth of weapons and equipment to address some of Ukraine's pressing needs.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则进一步透露，这3亿美元来自于美国陆军援乌合同采购结余的经费，但莱德强调，对乌援助绝不能靠美国防部省吃俭用，美国国会仍需通过提供额外军事援助的法案。As a result of these cost savings, we were able to authorize a new PDA package for Ukraine today without additional significant impacts to U.S. military readiness. But this does not change the fact that we urgently need Congress to pass DoD's supplemental request. 当地时间3月12号，随着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分别在3个州的党内初选中胜出，两人各自锁定了2024年总统选举两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如无意外，两人将在2024美国总统大选中上演2次对决。Donald Trump has reached the magic number, 1,215 delegates. Donald Trump has eclipsed the delegate threshold to officially clinch the Republican nomination fo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 puts the rematch back on Trump v. Biden 2024. You will see Donald Trump has won overwhelmingly
随着特朗普锁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时间12号，佐治亚、密西西比和华盛顿3州初选中，拜登和特朗普分别在党内胜出，各自累计的所属党派全国代表大会党代表票数已经超过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所需。这意味着两人将在11月的大选中再次对决。据悉，拜登需要在美国各州3934名民主党代表中获得至少1968名代表的支持，才能最终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特朗普则需要在各州2429名共和党代表中获得至少1215名代表的支持。据美联社截至当地时间12号晚的统计数据，拜登和特朗普已分别获得各自党内2107名和1228名代表的支持。现年81岁的拜登在获得民主党提名后发表声明表示，感谢选民再次让他代表民主党出战，同时炮轰特朗普，称特朗普的怨念和报复活动威胁美国理念。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中表示，这是胜利的一天，但没有时间庆祝，而是将重点放在击败拜登上。同时，他不忘炮轰拜登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 Hello everyone, it's your favorite president speaking to you on a really great day of victory. The tremendous success we've had in this primary. I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but much more importantly, we have to get to work to beat Joe Biden, the worst administration, the worst president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They are destroying our country, and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at happen. Thank you very much. 根据美国总统选举流程，初选作为大选的第一阶段将持续至6月，两党将于今年夏天各自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本党总统候选人和副总统候选人。在13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对此应询称，美国大选是美国的内政，中方始终秉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不干预美国大选。汪文斌表示，发展好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不管谁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我们都希望美方能够同中方相向而行，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更好造福两国，惠及世界。有多项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不希望看到拜登和特朗普的2次对决，并对他们的执政能力表示担忧。美联社近日发表的文章指出，拜登和特朗普都有缺点且不受欢迎，他们的再次交锋势必加剧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分裂。纽约时报文章称，2人对决是对美国权力、政策和民主治理的2种迥异愿景的一次重大却又熟悉的碰撞。拜登上周发表的国情咨文就被美国媒体形容为火药味十足，竞选风格明显。他10余次不点名批评我的前任，指责特朗普破坏美国民主，威胁堕胎权，在枪支暴力问题上不作为等等。Not since President Lincoln and the Civil War have freedom and democracy been under assault at home as they are today. What makes our moment rare is that freedom and democracy are under attack both at home and overseas. My predecessor and some of you here seek to bury the truth about January 6th. I will not do that. You can't love your country only when you win. 特朗普则反复炮轰拜登政府在移民和边境安全问题上的失败，称拜登是美国民主的威胁，还模仿拜登的言谈举止以示嘲弄。Under my leadership, there was no inflation. We had the greatest economy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t's time to tell crooked Joe Biden, you're fired.